1993年，加州圣何塞一间 Denny's 餐厅里，3个工程师挤在角落的卡座里，咖啡续了3杯，餐巾纸上画满了电路草图。他们口袋里一共凑了4万美元。4万美元什么概念？在当时的半导体产业里，连一台2手测试机都买不起，更别说盖晶圆厂。一座晶圆厂照1993年的行情，少说也要几亿美元。但这3个人不需要盖工厂，他们只需要一个东西，一个好设计，剩下的有人会帮他们做。32年后，这家一开始口袋里只有4万美元，市值超过5万亿美元，5万亿，比日本1整年的 GDP 还高。它叫 NVIDIA， 全世界 AI 运算的心脏，就跳动在它设计的芯片里。但这颗心脏 NVIDIA 自己一片都没有制造过，每一颗都是从台湾新竹的产线上出来的。这个故事能够发生，不是因为黄仁勋是天才，黄仁勋确实是天才，但光靠天才还不够。这个故事之所以发生，是因为1987年，一个56岁的男人在新竹做了一个决定，一个当时所有人都觉得疯狂的决定。他叫张忠谋，他决定开一家只帮别人做，自己什么都不卖的半导体公司。你要理解这个决定有多疯狂，得先搞清楚1987年之前的半导体世界长什么样。那时候做芯片这门生意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从头到尾你得自己来，你要设计芯片，你也要制造芯片，你还要封装测试、营销、贩售，整条产线一个人全包。这叫做 IDM，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， 垂直整合型制造商。英特尔是 IDM， 德州仪器是 IDM， 摩托罗拉是 IDM， 三星也是 IDM。 叫得出名字的半导体公司全是这个模式。为什么？因为芯片制造太特殊了，它不是做衣服，也不是组装手机，一颗芯片上的电路细到纳米等级，制造环境的要求是手术室的1万倍以上，设计和制造之间咬合度极高，稍有偏差，整批晶圆就报废。所以当时业界的共识是，设计和制造不可能分开。你要做芯片，先盖工厂，盖一座晶圆厂要多少钱？1990年代初期，大约3到5亿美元。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天文数字，但你想想看，这只是一座厂，你还得配上设备、原料、工程团队，还有良率调教，加起来没有10几20亿美元，根本玩不下去。而且这个数字每隔几年就翻1倍。到了2024年，台积电在亚利桑那盖的超级晶圆厂群，总承诺投资是1650亿美元，1650亿，大约可以买550架波音737。所以在1987年之前，半导体产业里有一张隐形的门票，这张门票的价格是几亿到几十亿美元。你口袋里没有这个数字，连进场资格都没有。你可能有全世界最天才的芯片设计，没用，
你造不出来，你就像一个作家写了最好的小说手稿，但全世界只有3台印刷机都在别人手上，而那些人自己也在写小说，也在跟你抢读者，他们为什么要帮你印？这就是张忠谋看到的世界。张忠谋在德州仪器待了25年，25年，从1958年到1983年，他从一个工程师做到全球半导体业务的资深副总裁。他把 TI 的芯片业务从零做到全球领先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制造芯片有多难、多贵、多吃资源。他也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全世界有太多聪明人，脑袋里有好设计，但口袋里没有几亿美元。1985年，他被台湾延揽回去，出任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。台湾政府问他：你怎么发展台湾的半导体产业？张忠谋想了很久，台湾有工程师，有勤奋的文化，有政府的支持，但台湾没有品牌，没有英特尔那样的消费者认知，台湾也没有终端市场，不像美国有全球最大的 PC 和军工市场。如果台湾也走 IDM 路线，自己设计芯片，自己建品牌，去跟英特尔、德仪正面对撞，没有赢面。但如果反过来呢？如果不做自己的芯片，专门帮别人做呢？这就是纯晶圆代工的概念 ，Pure Play Foundry。你设计，我制造，我永远不会出自己品牌的芯片，永远不会跟你抢市场。你的设计图纸交给我，我只负责把它刻到硅片上。1987年，台积电成立，台湾政府出资，荷兰飞利浦入股，民间资本加入，但当时几乎没有人看好这个模式。原因很简单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英特尔的高管，有人告诉你，我开了一间公司，专门帮人做芯片，自己不设计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会想，这是什么生意？配角的生意，帮人跑腿的生意。半导体最赚钱的环节是设计和品牌，你却把最肥的肉全让出去，只做最辛苦、资本最重的制造，你是不是搞反了？更实际的问题是，谁是你的客户？那个年代，设计公司和制造本来就绑在一起，根本不存在一大堆有设计没工厂的公司等着你服务。你盖了一座代工厂，客户在哪里？张忠谋的回答后来被证明是半导体历史上最有远见的洞察之一。他说，正因为现在很少有设计没工厂的公司，所以这些公司需要我。一旦一家可信赖的不和你竞争的代工厂出现了，那些被几亿美元门票挡在门外的设计天才就会一个接一个冒出来。我不是要服务现有的客户，我是要让原本不可能存在的客户出现。这句话很容易被忽略，但你仔细品味，它的力量就出来了。张忠谋不是在做一门代工的生意，他是在做一件更大的事，他在改变整个产业的创业成本结构，他在撕掉半导体世界里
那张最贵的门票，台积电的前几年很艰难，产能利用率一度不到50%，客户少，订单小，大部分都是 IDM 公司不想做的低端产品。但张忠谋坚持住了，他坚持的不只是台积电的营运，他坚持的是一个承诺，我永远不做自己的芯片，你把最核心的设计图纸交给我，我不会偷，不会抄，不会拿去做自己的产品。这个承诺后来成了台积电最深的护城河，比任何技术都深。因为你看，三星后来也做代工，英特尔后来也做代工，但他们有一个张忠谋从第一天就决定要避开的问题，他们自己也设计芯片。三星有 Exynos 处理器，英特尔有 Core 系列。你是苹果，你会把下一代 iPhone 最核心的 A 系列芯片设计图交给三星吗？三星自己就做手机，自己就做芯片，跟你抢同一群消费者，你怎么确定他不会在制造过程中学到点什么？你怎么确定他不会优先把产能留给自己的产品？台积电没有这个问题，台积电从第一天就不做自己的芯片，这不是策略，这是基因。你品品这个逻辑的精妙，张忠谋放弃了。半导体看起来最赚钱的环节，设计和品牌，但正因为他放弃了，全世界的设计公司才敢把自己最核心的东西托付给他，越多公司信任他，他的产量越大，技术迭代越快，成本越低，然后更多公司来找他，这是一个正向飞轮。而三星和英特尔正因为舍不得放弃自己的芯片业务，就永远启动不了这个飞轮。台积电2024年的财报写得很清楚，在7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市场，台积电一家吃掉了大约90%的份额，3家都能做，但一家通吃。说白了，不是技术差距决定的，是信任差距。好了，搞清楚了这些，你再回头看那些改变世界的科技公司，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NVIDIA 1993年创立 Fabless， 没有工厂，3个工程师在一间 Denny's 餐厅里，用4万美元和一张餐巾纸开始，所有芯片交给台积电生产。2025年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，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，全世界的 AI 训练、推论跑的都是 NVIDIA 的 GPU。高通做手机通讯芯片的巨头 Fabless， 全球几乎每一只4G 和5G 手机里都有它的技术，不拥有任何一座晶圆厂。博通年营收超过500亿美元，也是 Fabless。联发科全球手机芯片出货量最大的公司之一 Fabless， 在台湾，它跟台积电的距离不到30分钟车程。苹果，你手上的 iPhone 里那个 A 系列芯片是苹果自己的团队设计的。苹果2008年并购了一家叫 PA Semi 的
芯片设计公司，从此走上自研之路。但苹果没有盖一座属于自己的晶圆厂，每一颗 A 系列、M 系列芯片全部交给台积电代工。你发现规律了吗？过去30年里，半导体产业最大的赢家，几乎清一色是 Fabos 公司。他们手上没有一座工厂，但设计出了驱动这个时代的芯片。根据多家研究机构估算，到了2024年，全球 Fabos 半导体公司的总营收已经超过2500亿美元，2500亿，而且还在以每年30%以上的速度在涨。主要动力来自 AI， 光 NVIDIA 一家就贡献了里面将近一半。再看另一边 ，AMD 曾经是英特尔最大的对手，它原本是 IDM， 有自己的晶圆厂，但到了2008年，工厂的资本支出快要把它压垮了。先进制程每升级一个世代，设备换新的费用就翻倍。AMD 扛不住了。2009年，他做了一个痛苦但正确的决定，把制造部门拆出去，成立了 Global Foundries。AMD 从此变成 Fabos， 超过10亿美元的债务从账上搬走。然后他转身去找台积电，把最先进的芯片交给台积电做。结果怎么样？甩掉工厂包袱之后的 AMD 像换了一个公司，他把所有资源集中到设计和架构上，搞出了 Zen 架构，一路打到了跟英特尔平起平坐。这是一家差点被工厂拖死的公司，靠着 Fabos 模式活了过来。所以你把这些故事串在一起，就能看到一幅更大的图景。张忠谋在1987年创办台积电的时候，他不只是开了一间公司，他做的事情更像是在半导体产业里盖了一条公路。在他之前，你要到达芯片市场，必须自己铺路，盖工厂，买设备，养产线，10几亿美元烧下去，才能出发。在他之后，路已经铺好了，你只要有一张好的路线图，一个好的芯片设计，就可以上路。台积电的年营收2024年是900亿美元，它的工厂遍布台湾、美国、日本，它是全球市值前10的公司之一。单看台积电这家企业，当然已经够惊人了，但这其实不是张忠谋最大的遗产。他最大的遗产是那些因为他才有可能存在的公司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没有纯晶圆代工模式，黄仁勋1993年在 Denny's 餐厅画出 GPU 的草图，然后呢，他没有工厂，他去找英特尔代工，英特尔自己做处理器，是他最直接的竞争对手，不可能帮他，他自己盖工厂，4万美元的启动资金，连工厂大门的地砖都买不起。没有台积电，很可能就没有 NVIDIA， 没有 NVIDIA， 今天全世界 AI 训练用的 GPU 从哪里来？同样的逻辑套在苹果身上，苹果之所以能设计出
把高通、三星的手机芯片按在地上打的 A 系列处理器，不是因为苹果有工厂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苹果不需要有工厂，它可以把所有资源投注在设计上，追求极致的效能功耗比制造，交给台积电。台积电用全世界最先进的制程，把苹果的设计变成实体。台积电2024年财报里有一个数字，先进制程，也就是7纳米以下，占总晶圆营收的69%， 2023年是58%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越来越多公司在设计越来越先进、越来越复杂的芯片，然后全部交给台积电去做。这条路不但没有变窄，反而越走越宽。不过这里面藏着一个反转，你可能没想到，台积电做的是代工。代工这个词听起来像什么？像富士康组装 iPhone 的，帮人跑腿的。你设计，我组装，你是甲方，我是乙方，你高大上，我蓝领，对吧？但台积电的代工和富士康的代工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富士康做的事情，全世界有几十家工厂可以替代台积电做的事情，是在2纳米的尺度上刻电路，一颗芯片上塞进超过100亿个电晶体。全世界能做的公司，掰着手指头数，不超过3家，而其中做到良率最高、技术最稳定、客户最信任的那一家，就是台积电。张忠谋说，帮别人做听起来像退让，其实是掐住了整条产业链的咽喉。因为设计可以有1000家公司做，但制造的极限只有这么几家能碰。他选了这条产业链上最窄的那一段，然后在那一段做到绝对第一。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张忠谋最大的遗产是什么？是台积电吗？台积电当然了不起，900亿美元营收，90%的先进制程式占率，全球最先进的芯片都从它的产线上出来。但如果只看台积电本身，你只看到了一家公司，张忠谋真正留下的东西比一家公司大得多。他留下的是一个生态系，一个让有设计能力但没有制造能力的人也能改变世界的生态系。他失掉了半导体产业里那张最贵的门票。在那之后，做芯片不再需要先准备几百亿美元盖工厂，你只需要一个够好的设计和一个你信得过的代工伙伴。 NVIDIA 因此存在，高通因此存在，博通因此存在，联发科因此存在，苹果的自研芯片因此存在， AMD 因此活过来。整个 AI 算力革命的基础设施因此存在，全球超过2500亿美元的 Fabless 产业因此存在。张忠谋退休了，台积电有了新的掌门人，先进制程继续从3纳米推向2纳米，往下走，物理的极限越来越近。但他在1987年做的那个决定，不是技术决定，
是商业模式的决定，到今天还在产生连锁反应。每一家新的 AI 芯片新创公司，每一个在车库里画电路图的工程师团队，每一颗被设计出来但还没有被制造的芯片，背后都有一个前提，有人会帮我做。这个有人会帮我做的信念，是张忠谋给这个产业最深的礼物，不是台积电，是让设计公司敢于做梦，